专精靠山招，我叫你沙暴。大家期待已久的同人雅莲终于降临传说战场的会玩的话，绝对是最强英雄美之一。可是大家真的会玩它，或者是说玩对它了吗？别慌，我这就给你它最好的出装奥义魔文，还用最浅白的方式告诉大家它的技能组，让大家不会像看论文那么烦，还教你3招秘诀，让你看完就直接跟专精 SS 没分别。还有它最适合打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给压制什么英雄呢？废话不多说，好好享受吧！播间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我们先说出装方面，第一件呢，我们会出到的是我们的攻速鞋，因为我们这个英雄呢是不依赖自己的攻速，就像卡芬尼的，而我们的攻速呢会转成我们的攻击力，所以说攻速鞋使得我们攻击力能够最大化。在前期之后呢，因为我们一技能是可以打出暴击，我们又很依赖自己的一技能，所以说呢，我们会出到一个圣剑最大化自己的一个伤害。而我们之后呢，刚刚说的，因为我们呢不受攻速影响，可是攻速最大化可以最大化我们的攻击力啊，同时所以说会出炎怒之爪。我们是个打魂伤的英雄，之后就是撒旦之风，补一个王者之剑最大化自己的伤害。最后的话呢，会出一个我们的这个复活甲。如果是打野的话呢，第一件把它换成我们的打野刀啊，3阶的。而我们的王者之剑呢就不要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打野最好的装备。而在我们的这个奥义方面呢，刚刚说到我们这个英雄是很吃他的这个暴击，所以我们会用到的是暴怒啊，然后是精灵增加自己的攻速，之后呢就是龙爪了。而在我们的这个魔文方面呢，带的是一个绝地死斗，这个是能够最大化我们效益。而在下方大家看一下，我们会用到一个冷却缩减，使得这里大招呢是可以更快的去刷起来，还有就是增加暴击的一个魔文，这2个魔文都是对我们这英雄很好的。接下来就告诉大家专精第一招C8切6山了，就是说到怎么打出极致的伤害呢？在说这个之前，必须要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英雄的技能组啊。那可是我们并不会用一些很难明白的，或者是说医书直读的一些的我们的一个介绍，反而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大家。我们的被动方面呢，我们的攻击呢是不受攻速影响，可是每一趴的攻速呢会转成2点的物理攻击，而用我们普攻或者说一技能呢都能够叠一个被动，使得我们呢能够增加自己的物理穿透还有面伤啊，而且还可以恢复自身的一瞬生命值啊。那一技能呢是原地的一个攻击，那我们要是大家看一下生命值下方呢有一个被动，像莫拉一样的一个被动叠层数，是使用你的普攻来去叠的，而叠到去3层的话呢，你的一技能就会像纳克罗斯的大招一样，如果你只叠了1层或者说没有叠的话，只会有很简单的一个挑飞的一个技能组啊。所以说呢，通常都是叠的多层数，然后直接使用一技能，那就像纳克罗斯大招一样了。那我们2技能呢就是一个位移，而位移可以定身对面啊。什么叫定身呢？就是对方不能够移动啊，只要你碰触到对面的话呢就可以了。而这个是可以储存2段的大招呢，就有点像埃罗，不过呢你是锁定一个敌方英雄，就有点像是谁呢？就有点像是奇尔的大招一样啊。这技能是可以释放在队友身上的，那释放在队友身上呢，就是增加他的跑速。那如果是敌人呢，就是减速，然后呢，你会降落。简单介绍完他的技能组之后呢，就可以教大家这个专精3招的第一招了。C8切6山呢，怎么使得出他的这个极致伤害呢？刚刚说到一技能会有不断的这个段数，那我们呢是可以叠到3段普攻之后呢，使用一技能，像我们刚刚看到啊，使用了3次普攻之后，这个被动啊，在我们血条下面就可以像纳克罗斯一样的大招去使用了。最
最后你还能够打真伤啊，你的一技能。那可是你这3段要如何叠成，并不是说直接我进场打人3架就好了。当然你是可以这么做，可是我们如何是可以使得自己最高容错率这样进场呢？你可以在草丛直接的空滑3下，你的普攻就是不用敌人在那边随便点3下，你自己的这个普攻你也能够叠成数，之后你再进场就可以最大化你自己一技能的一个伤害了。那当然的，你可以进场之后再使用你的3下普攻，这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在使用一技能之前先叠到去3层的被动，再使用你的一技能就可以。而要很注意的是，你的一技能在最后那一段呢，你是可以通过方向键去转移自己的一个一技能最后一下那一段的伤害的。那这个就是你一技能到底该怎么最好的用法，才能够使得自己每一次都是打出最高的一技能伤害了。专精第2招金色闪光，说的就是如何去追击敌人呢。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们3招都是控制敌人的，可以一技能可以挑飞之余，还可以触发什么撒旦之风、冬日战斧或者是冰袍的被动。如果你把这些装备都给他出，都是可以触发的。当然你不出这些装备，你也是可以使用一技能去挑飞对面，很容易去留人。而2技能除了是一个位移以外，你还可以定身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2技能千万有机会定身，不要只用来追击敌人啊。即便对面是很遥远的敌人，你如果有机会定身就用2技能撞他一撞，对面就马上停下脚步了。比冰袍什么冬日都更好，它完全不能够移动啊。那大招呢，就是可以降下之余，我们怎么追击敌人用大招呢？是可以在途中它会被减速的。那你就要很去仔细的选择自己大招要去锁谁了。如果你是锁兰博或者是说莫拉这种英雄的话呢他没错会被你给减速，可是你大招降落之后，它可以一技能马上的，或者是说使用自己回升，直接回到出它原本的一个原点。所以说呢，这些英雄我们尽量不要用来去追击它不好打。每个技能呢，我们都带有环速控制留人，必定要好好善用。那要如何才是最好的连招使用呢？刚刚说的专精1、2招都是很基础的，最后这一个才是最好的一个专精第3招。轻爆无限连，说的就是雅莲全部4个最佳的连招了。我们这个英雄连招多了去了，那怎么才是最好呢？教你4个。那分为有大招还有没有大招的时候的。那没有大招的话，第一个是 AAA212， 这个是用来蹲人 gank 的。第2个的话呢，就是2AAA12， 这个是用来追击的。两者有什么分别呢？AAA212 呢是用来先空滑3招普攻叠起被动之后呢蹲草丛，2技能直接定身敌人，然后1技能是使用我们的最大化的1技能伤害，然后2技能逃脱。那第2个 LAA12 的话呢，就是追击的2技能先起手去追敌人，3招普攻打中敌人，并且呢叠起3层被动，再使用1技能最大化的1技能之后，再2技能逃脱。比起第1个呢，多了追击的功能，可是就少了2技能的定身功能了。那之后的话呢，就是有大招了。有大招的话，就是23AAA12，还有就是32AAA12。那2个的分别呢，就在于23AAA12呢是追击而且没有定身的，2技能起手，我们大招直接呢跟上，然后3下普攻，再使用1技能2技能最后逃脱。如果是第2个的话呢，就是32AAA12嘛，就是呢使用大招直接蹲人起手，2技能直接定身不能够逃脱，然后3下普攻叠起被动，再使用1技能最大化，然后2技能逃脱。这个就是雅莲最好的4个连招了。我们重复一次 AAA212，然后2AAA12，还有23AAA12，还有32AAA12
那之后呢，我们会说一下他最适合打什么英雄呢？第一个就是我最推荐的佩纳了。我们这2个英雄都是打小团战最好的英雄，而我们最差的就是续航力，在团战之中很容易直接，如果你没有吸成血，又或者是说你没有把对面核心英雄给收割掉的话，佩纳就是你的这个保障了，它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续航力，不断的帮你回血，而且还能够帮你不断的去晕眩对面的敌人，让我们这个英雄原本身板就很脆，而且输出很高，最适合就是佩纳这种英雄了，使得我们这个英雄完全可以逆天原本 T0， 在佩纳这个加持之下，根本完全无敌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提米，让我们最尴尬的就是我们大招落地以后，直接被对面给集火，没有办法去击杀对面的英雄，或者是说被对面的输出直接的给秒杀掉，而有提米的荣耀护卫为我们就可以最好的化解掉这种尴尬的情况。我们如果2技能起手，又或者是说大招直接落下之后，直接被对面给秒掉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荣耀护卫站起来，直接的想要逃脱就逃脱，想要续战就续战，完全没毛病。那我们会压制什么英雄呢？第一个就是他老婆刀锋 baby 了，因为呢很多的刺客现在都拥有位移，如果我们在大招落下之后呢，如果是对到纳克罗斯、莫拉、兰多之类的英雄，很容易他就能够逃脱了。我们对到什么英雄是最好打的？就是刀锋 baby 之类的英雄，我们可以直接降落下，然后他无法逃脱我们了。即便我们定身了纳克罗斯之类的这个英雄，他还是在定身完之后就可以逃脱，刀锋就不一样了。我们定身完之后，他完全怎么逃都逃不出我们的这个魔掌之中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位达尔西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英雄呢，他的大招是很好用的，对到达尔西更好用，因为是完全可以解掉达尔西的大招，而且达尔西这种英雄最怕就是别人去黏他了，只要我们直接的去锁定掉他，如果他没有一技能的时候，这么去锁定他，一降落下他必死无疑呀。那我们会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兰朵，第一个，因为我们只要降落下之后呢，他是可以马上回到原点的，你想要怎么打他，只有被他风筝的份，他最怕就是被风筝了我们这位英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莫拉了，像刚刚说的一样，只要我们降落下莫拉的一个身体之上，他可以马上使用他的一技能回到一个原点，使得我们只能扑了个空，被他直接的又是一个风筝，又或者是时空杀阵啦。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了个拜。